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幸福的眼泪。春天来了，万物复苏了，我也复苏了。你们知道吗？揉面也是有很多种不同方法的。今天我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个揉面方法大合集。掌握了这几种方法以后，要是想做出不同香气、不同口感的面包，就可以变换着不同的揉面方法来做。好吧，那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就马上开始。今天这个视频，我给大家总结了我用过的7种揉面方法。其中擀卷法特别适合新手，不用揉面也能出模。先油法适合有一定基础需要进阶的。最后一种适合真懒人。第一种就是我们最常用的后油法。后油法顾名思义就是后放油的意思。后油法分2个阶段揉面。第一个阶段是把黄油以外的材料放在一起揉面，揉到面团产生了一定的筋性，再放入软化的黄油，揉到最终你想要的状态。我们喜欢用后油法，是因为油脂过早加入会影响面筋形成，面筋形成的慢，那揉好面的时间就会延长。所以通常我们会把面团揉至出现一定的筋度以后，再加入软化的黄油，这样可以缩短揉面时间，从而防止面团因长时间揉面造成面温升高。后油法比较适合做软面包、吐司类的面团。第二种是全部加入法，也叫 all in。这个方法就是一开始一股脑的把所有材料全都放进去揉面，包括酵母，包括油，不管你是橄榄油啊还是黄油啊，不管你是机器揉还是手揉，一开始全部都加进去揉。之前就有人看我的面包视频用了这个方法，然后就问我说，黄油不是应该后放吗？这种方法适合于油脂很少的面团，少量的油对面筋的形成没有太大的影响，所以就可以一开始就全都放进去。第3种是先油法。这个做法不多见，我也是在一本日文的面包书里见到的。详细的做法大家可以找一下我的日式黄油吐司的视频。这个方法像做司康一样，先把黄油切块，冷冻或者冷藏，然后加入面粉搓成细沙状，再加入其他材料揉面。这样做法的目的是为了保留住黄油更多的香气。书中提到，因为黄油在冷的时候最香，软化以后香气会减少。那都是要加入黄油，但是为什么不让黄油的香气保留得更多呢？所以它会一开始把黄油和面粉混合，先让黄油的香气都融进面粉里，然后再添加其他材料揉面。按照这个做法做出来的面包，确实一出炉就能闻到很香的焦香黄油的香气，而不是难闻的商业酵母的味道。这个方法适用于所有含有黄油的面团，但是先加油会延长揉面时间，这里我建议是配合水和法制作。还有就是夏天室温太高的话，不建议用这个方法。那提到了水和法，第4个方法我们就来介绍水和法。水和法是先不加酵母，把材料都揉成团儿，然后放入冰箱冷藏，让所有材料慢慢融合。随着长时间的静置等待，让面团在自我分解的过程中产生面筋。等它产生了一定的筋性，再加入酵母揉面，这样就可以大大缩短揉面的时间，防止面团温度升高。这个方法比较适合手揉和室温太高的地区。用水和法建议是放到冰箱里不要超过3天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面团它就是在冰箱里放了差不多2天了，它已经达到7分斤左右的状态了。这个时候就再加入酵母揉面。如果要用后油法的话，就等酵母融进面团里了，然后再加黄油，面温也能保持得很好，这样就能很快的揉到你想要的状态。第5个是折叠法。这个方法适合做欧包，同样也适合没有机器想做面包的小伙伴。这个方法是一开始把所有材料都放入，这就用到了 all in 的方法。把所有材料先混合均匀，然后每半小时折叠一次面团，通过静置、松弛、折叠，让面团慢慢的产生筋性，从而筋度变得越来越强。看到没？这个方法也是有水和法的加入的，它等于是先水和再折叠，这样让它慢慢的出筋。有的朋友可能用这个方法不知道该折叠多少次，其实也是看面筋，最后面可以拉出模，能达到9分斤左右的状态，就不需要再折叠了，就可以进行基础发酵了。通常折叠是要进行3到4次的。第6个方法是擀卷法，这也是我在那本日文面包书里看到的。这个方法也特别适合不会揉面、没有机器的朋友。它是把所有材料都混合好以后，不需要松弛发酵，就直接放在桌子上撒粉擀开，尽量能给它擀多长就擀多长，然后给它再卷起来，卷起来以后再90度旋转，再擀开，就这样重复这个动作。其实有心的人，你看到这个做法以后，你应该能想到，
其实它跟压面机的原理是一样的，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折叠拉伸，然后让它产生筋性。当你进行擀卷了4次以后，就能很明显的看到这个面团的变化。这个方法我觉得做吐司的话还是稍微差点意思，做吐司还要再多揉一揉，吐司以外的面包基本上都没有太大问题。最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懒人法，这个真的是又省时又省力的方法，但是它不适合所有面包，我觉得它只适合披萨、烤饼这类不需要出模的面团。借着这个方法再来给大家分享一款意大利的烤饼，其实它也是面包，它是扁面包，它是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的一种佛卡夏面包，它叫 Sciacciata。这个懒人法是先把所有材料都混合均匀，然后放到冰箱里冷藏，3天之内什么时候想做了就拿出来，撒一点面粉给它揉一揉，揉个差不多1分钟左右，揉到面团表面光滑就可以了。这样就行了，就可以整形了。但是现在整形的话，面筋还有点紧，你看按下去它回弹很厉害，可以松弛20分钟，然后再整形。这个面包的整形特别简单，就是把它按扁。这个词儿翻译过来就是摁扁的意思。倒一点橄榄油，手上蘸点橄榄油，然后给它按扁，按成一个薄饼。圆形、方形、三角的、花儿的都行，无所谓，看你喜欢。这样就可以了，然后拿去发酵，放到28度的环境里去发酵。提前把烤箱里放上石板，给它预热上，用最高温预热。如果家里烤箱有250度的话，就用250度预热；没有的话，就是230度预热。等面团发到2倍大了，再在面团表面按一按，然后再撒一些橄榄油，再撒一些海盐。没有海盐的话，就用普通炒菜的盐就行了。然后就可以放入烤箱里烤了，放到石板上。喷点水制造蒸汽，用上下火230或者250度烤到它表面金黄就可以了，时间是15到20分钟左右。这样做是比较省时省力，但是烤出来的面包会牺牲一些口感的，它没有那么的软，因为它的面筋不够强，所以它烘烤的时候就不会膨胀得太高。这个是面团放置了24小时以后做出来的面包。其实用这个方法做一个薄底披萨，我觉得是非常没有问题的。这个是面团放了第3天做出来的面包，我觉得和24小时的差别不太大。还是这个配方，这个是我给它先揉面，揉到了差不多8、9分筋的状态，给它揉出膜了。再来看一下它的成品，因为它的面筋揉得更强一点，所以烘烤的时候它能长得更高一点。整形方法都是一样的，只不过这个我表面又放了一点迷迭香。我要给它切一个方块出来，可以做三明治。你们看这个面包很明显就能感觉到它非常的松软，里边的气孔也很大，这就是揉面与不揉面的区别。今天我家里没有食材了，我就不展示用它做三明治了。通常这个面包是横着切开，然后抹点奶酪，放点火腿、蔬菜做三明治吃。我现在越来越喜欢最朴素的面包了，真的很香，很好吃。那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一定要帮我点赞哦，关注我，我们一起做遍全世界的面包。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